美军考虑发动地面行动夺取哈尔科岛。这段时间，中东打得热火朝天。按照火力军的想法，凭借美伊的空中优势，打伊朗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只是从当前的消息来看，伊朗还是有点东西的。美军战机损失持续攀升，甚至有一架 F-35被击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军已经考虑对伊朗发动地面攻势，海军陆战队与空降部队已经待命。那么，美以地面进攻伊朗有几种可能？夺取哈尔科岛后又有哪些风险？自从对伊朗开战以来，美军损失的战机还是挺多的。根据彭博社的爆料，美军已经损失了至少16架军机。这个数字大家听起来可能没什么感觉，不过火力军给你们对比一下：2011年，美军带着兄弟去利比亚搞事情，整整打了4个月才报废了3架飞机，其中还有1架是无人机。现在1个月不到就摔了16架，这战损率飙升的有点离谱了。这16架军机里有10架 MQ-9死神，因为是无人机不怕损失，专门执行一些高风险任务，结果就是高损失。至少有9架在半空中被伊朗导弹击中，还有1架在约旦的空军基地里被伊朗的弹道导弹干掉了。无人机的损失，火力军还能接受，接下来的就有点无语了。有3架美军的 F-15在科威特上空被自己人揍了，另外还有1架 KC-135加油机在作业的时候发生致命事故坠毁，还有几架 KC-135停在沙特的机场里，被伊朗发射导弹炸成了重伤。对于美国来说，这次冲突的损失有点超标，这也没办法。按照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退役军官彼得·莱顿的说法，美国下手的力度太狠了。五角大楼自己都承认，开战第一天砸下去的炸弹和出动的架次已经远远超过了2003年打萨达姆时的行动。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出击频次这么高，日军架次这么密，出现这种战损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既然空袭的成本越来越高，只靠天上扔炸弹无法彻底打服德黑兰，五角大楼开始盘算一个更大胆的计划，那就是地面进攻伊朗本土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夺取哈尔科岛。这可不是火力军瞎猜，以色列方面披露，美国高级官员向以色列和其他国家通报，美方可能别无选择，只能对伊朗哈尔科岛发动地面军事行动。内塔尼亚胡也把话挑明了，你不可能光靠空袭就完成革命，必须得有地面部队进场，这才有更多操作空间。如果夺取哈尔科岛，那肯定就是2机登陆作战加空降作战。美军这边的调兵速度相当给力，正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的精锐以及2000名空降兵派往中东，阵容很强，带头的是全石号2机攻击舰，加上波特兰号2机船坞运输舰，以及康斯托克号船坞登陆舰，搭载着大批海军陆战队员。空降部队则是大名鼎鼎的第82空降师。这个哈尔科岛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地方，能让美军如此兴师动众？在地图上看，它就在波斯湾西北部，距离伊朗本土海岸大概只有25公里。这岛不大，长6公里，宽3公里，但在伊朗人眼里，这就是禁岛，是整个国家续命的咽喉。因为伊朗全国90%的原油出口全指望这个岛上的港口和油库，捏住了哈尔科岛，就等于掐住了伊朗的7寸。对于美国来说，这是一本万利的战略目标。面对美军的步步紧逼，伊朗那边也急眼了。伊斯兰革命卫队放话，如果美军敢踏上哈尔科岛半步，必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反击。不过，伊朗的狠话有没有用就不好说了。在此之前，美军的战机就已经去岛上洗了个地。特朗普宣称已经把岛上的防空系统和无人机发射场炸了个稀巴烂，这明显是在为地面作战扫清障碍。如果动手的话，按照美军的标准战术，肯定是先用航母上的 F-35远程导弹进行火力压制，然后2机突击舰放出气垫船和直升机进行立体登陆，迅速控制油港和机场。夺下来其实不难，美军的战斗力大家也很清楚，难的是怎么守住。这岛离伊朗本土太近了，才几十公里。伊朗在海岸线上藏了中东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，也是个天文数字。海上力量方面，伊朗还有大量的小型快艇和水雷。可以说，美军一旦在岛上扎根，就得面对无休止的骚扰和饱和攻击，补给线随时面临被切断的风险。目前，美军的陆战队远征支队有2200人，想啃下这个驻扎了数千名革命卫队死忠的岛，兵力还是稍显单薄，起码得把兵力翻倍才保险。除了夺取哈尔科岛，美军还有其他选择。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报道，美以地面进攻伊朗有4种可能。第一种是夺取哈尔科岛，剩下3个选择相对简单一点，可能性也很大。美军的第2个选择就是夺取3大争议岛屿，分别是阿布穆萨岛、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，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，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上。正好这3个岛屿还有主权争议，目前在伊朗手里，但阿联酋说这是他们的。革命卫队在上面修了监视雷达和短程导弹阵地。对于美军来说，拿下这3个小岛的难度比哈尔科岛低很多，
顺便还能把格什姆岛也给端了，拔掉上面的地下导弹基地，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从伊朗手里夺回来。只是不管怎么说，海岸线那么长，美军无论夺取哪个岛，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问题。所以第3个选择就是对海岸线实施定点清除。美军不需要全面占领，可以派海军陆战队特种小队坐着鱼鹰轻转旋翼机，趁着夜色突入内陆，直捣黄龙，把伊朗潜艇和无人机基地给炸了。如果英国的特种舟艇部队能来帮忙，成功率就更高了。但这个方案风险有点高，或者说很考验情报的准确度。万一情报有误，鱼鹰被击落的可能性很高。至于全面进攻伊朗海岸线，火力军估计这个选项不在美国的方案里。想占领伊朗漫长且堡垒化的海岸线，没个几十万大军根本做不到。第4个选项则是开辟北部代表人战线，这招虽然老套但实用，通过支持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，让他们在伊朗大后方点把火，搞个武装起义什么的，给美军的大部队打掩护。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库尔德人也不想当出头鸟，伊拉克那边自治区领导人一看这架势，立马就缩了。在没有看到美军大批地面部队进场之前，他们才不愿意去触伊朗的眉头。至于伊朗本土的库尔德游击队，满打满算也就几千把破枪，顶多也就是给美军提供个前线据点，而且这招太拖沓了，根本无法速战速决。总的来说，打压伊朗，维护中东能源通道的畅通，这是美国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目前的空战虽然损失了点军机，但这点钱和装备对美国来说还算不上伤筋动骨。可是如果要真正下场打地面战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五角大楼已经做好了详尽的作战计划，但还没有出手。如果美军真登了岛，伊朗如果彻底撕破脸，直接把导弹对准沙特的塔努拉角油港，来个玉石俱焚，油价只会更高。接下来特朗普会怎么选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美国什么时候会登陆哈尔科岛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